攻略太成功，以致病娇反派为了留住我，不惜吃生子丹。我却不信男人会生孩子，决绝回了原世界。直到他和孩子夜夜出现在我梦里。爹爹，我要娘亲。男人一脸冷漠道：你娘亲死了。问过系统才知，他竟真为我生了个孩子。后来只剩那孩子出现在我梦里，掉着眼泪跟我告状：娘亲，有坏女人想睡爹爹，还偷偷欺负我。你再不回来，我就要被欺负死了。不只想睡我的男人，还敢打我的孩子。系统，我要回去。回到现实世界已经半年了，我最近却一反常态，每晚梦到谢晋和一孩子，特别是那孩子眉宇间跟我那么相像，还一直吵着要娘亲。这让我想起我完成攻略任务要回到现实世界之时，谢晋像是知道我要离开，拉着我疯狂作恨，想要我给他一孩子。明明他最讨厌孩子了，若非想留下我想不出别的理由。我嘴上答应着，却悄悄让系统对我的身体动了手脚。不管谢晋如何卖力，我都不会怀孕。谢晋见我肚子一直没有反应，还叫了大夫给我调理身体，可结果却还是一样。到后来谢晋居然魔怔了，他拥着我说：弯弯，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，你不能生，我生好不好？我当时困极了，只当他又开始发疯了，并未理会。隔日醒来，却发现脚腕被锁住，我被他关了起来。谢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给我解开！他抚着我的脸，神情病态。弯弯，等我怀上我们的孩子就放开你。谢晋，你是男的，怎么生孩子？别痴人说梦了好吗？弯弯，你信我，一定会有的。谢晋拉着我没日没夜做了半个月恨，直到系统提示再不脱离这个世界，我原世界的身体将会彻底死亡。百般纠结之下，我狠心叫系统送我回现实世界。谢晋带着一脸喜悦回房间时，正好看见我消散的画面，他崩溃地扑上来想要抓住我，却于事无补。苏万，你不要我，也不要我们的孩子吗？我揉了揉胀痛的脑袋，尝试呼唤系统。系统，谢晋说的孩子是真的还是骗我的？熟悉的机械音响起。宿主，你和谢晋确实有一个孩子。按照任务世界的时间计算，那孩子已经5岁了。谢晋他不是男人吗？怎么生孩子？他用了某种生子秘药，生产时直接剖腹取子。心脏骤然一紧，我知道谢晋偏执疯狂，却没想到他会疯狂到了这个份上。我还能回去吗？从来没有宿主脱离任务世界再回去的先例，我需要向上级请示。夜晚我又一次入梦，书房里灯光摇曳，谢晋正在处理公务，整个房间安静的可怕。直到房门被敲响，管家进屋低声禀报：侯爷，小公子做梦醒了后闹着不肯睡觉，丫鬟婆子怎么哄都没用。他又在闹什么？谢晋眼皮都没抬，冷声问道。管家面露难色，像是不敢开口。这时书房的门被砰地推开，穿着礼衣的小团子跑了进来，一头撞到谢晋身上，哭着嚷嚷道：爹爹，我要娘亲，我要娘亲。谢晋手中的毛笔应声折断，整张脸骇人的可怕。他冷漠道：你娘亲死了。小团子哭得更伤心了。你骗人，我梦到娘亲来看我了，她肯定是想我了。谢晋嫌恶的伸手将小团子推开，粉雕玉砌的包子脸上，一双黑亮晶莹似葡萄般的眼睛大颗大颗掉着眼泪，哭得我心都化了。团子别哭，娘亲在这儿。我想抱她哄哄她，下一瞬却脱离了梦境。此后几日，我又陆续梦见他们。谢晋对团子一如既往的冷淡，仿佛那不是他的孩子一样。看得越久，我就越焦急。每次看团子被冷落，就恨不得冲进那个世界教训谢晋一顿。这晚我再次梦见团子，他正在寝殿里睡觉。伺候的丫鬟婆子一边熄灭烛火，一边小声议论：这侯府终于要有女主人了，皇帝有意赐婚，侯爷不答应也不行。只是这九公主看起来是个厉害的主，也不知进门后会不会善待小公子。谢晋要娶亲，我真愣住了。回想起他曾经拥着我说此生只爱我，非我不娶的誓言，不由自嘲一笑。是我抛弃他的，如今我又有什么脸面指望他一直爱着我？床上刚刚还睡着的小团子揉了揉眼睛，翻身坐起。我看他撅着小屁股从床榻暗格里取出一幅画卷，借着月光，我看清了画上的人，正是我。小团子抚着画上的我，默默掉眼泪。娘亲，我不想坏女人做我娘亲。今天那个坏女人还想往爹爹怀里倒，嬷嬷说她这是勾引爹爹，想跟爹爹睡觉，给我生弟弟妹妹。爹爹有了别的孩子就不会要我了。他伸出小肉手又擦了擦眼泪，锦衣微微下滑，藕节般的小臂上露出一道掐痕。团子，你手臂怎么回事？明知他听不见，我却还是焦急问出了声。小团子仿佛跟我有感应一般，抚了抚手臂上的掐痕。娘亲，坏女人偷偷欺负我，我打不过她，你再不回来，我就要被她欺负死了。一瞬间，我气得撸起袖子就想揍人。谢晋怎么当爹的，就任由自己孩子被欺负？还有那九公主，不只想睡我的男人，还打我的孩子，叔可忍，婶不可忍。系统，我要回去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再睁眼，眼前已经换了一副景象。古香古色的房间里，我正穿着艳丽的露腰红裙坐在铜镜前，镜子中的我是现实世界里原本的样貌。旁边一个穿金戴银的胖大婶笑得牙不见眼。桃夭，今晚妈妈定给你寻个有钱又俊俏的郎君，绝不亏待你。我愣了好一会儿，才从系统那里知道我现在的身份。醉香楼里的头牌花魁桃夭，今晚正要拍卖初夜，还来不及吐槽系统给我的新身份，门外急促的敲门声响起。打开门竟是一群官差。老鸨吓得够呛，立马陪小心道：官爷，这是怎么了？找人看见过画像上这个孩子没有？老鸨连连摇头。我扫了眼，心中一震，这不正是小团子吗？我起身疾步上前。官爷，这孩子他怎么了？少打听。说完他就要带人离开，我赶忙把人拉住，问老鸨要了银子塞到对方手里。他这才悄声道：
镇北侯家的小公子丢了，现在正全城暗中寻人，你们万不可声张。我心脏一滞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才过来，他怎么就丢了？想到那些后宅阴私手段，我几乎第一反应就是他被人绑架了。系统，告诉我团子在哪？宿主，但你重新回来已经消耗了你剩余的大量积分，所剩积分只够再帮助你一次，你确定要用掉吗？我确定。逃出青楼后，我跟着系统的指引到了会昭寺，这里我再熟悉不过，曾和谢晋第一次相遇就是在这里。那时他还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，被安排在寺庙后山的破院子里。我蹲守2日都不见他出门，只好翻上院墙，却刚好和站在院子树下的他视线相对。他那张脸生得过分英俊，目光却冷冽如冰。我瞬间被他吸引，明知危险却忍不住靠近。即使被他坏脾气的用石子射下墙，我也高兴。依旧每天乐此不疲的去找他，不是送上一束花表达爱意，就是送上各种吃食和小玩意儿，或者坐在墙头跟他念情诗。如此过了1年，他才对我有了几分好脸色，允许我进院子找他。眼前一个小团子晃过，我猛地回神，赶忙跟上。大殿里，还没我腿高的小团子背着个小包袱跪在佛像前。佛祖，你能让燕儿找到娘亲吗？不白找你帮忙，我送金元宝给你。只见他解下小包袱摊在地上，指节大点的小金元宝金灿灿堆了一小堆。给你3个好不好？剩下的我要做盘缠找娘亲，还要给娘亲买礼物。他稚气的自言自语，我却已经泪流满面。小团子，他转着小脑袋回头，原本充满疑惑的眼睛瞬间睁大。娘亲，你就是我娘亲对不对？葡萄般的大眼睛瞬间掉出眼泪，起身就向我冲来。我蹲下一把将他抱进怀里，整颗心一下被填满。耳边是响亮的哭声，我抱着他哄了好久，他才止住不哭。娘亲，燕儿不是在做梦对不对？他伸出小手碰了碰我的脸，小心给我擦眼泪。那小心翼翼的动作可怜又可爱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对着他脸颊就一边亲了一口。不是做梦，娘亲回来了。他眼眸泛光，回过神，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脸。对于我的这番亲近，他有些手足无措。燕儿也给娘亲准备了礼物。他退出我的怀抱就要去拿东西，刚转身又赶忙回头牵住我的手，像是怕我再次消失。他将我拉到蒲团前，把那些小金元宝收起，全部放到我手上，全是燕儿攒的，全部给娘亲。还不等我打趣，他答应给佛祖金的元宝怎么都给了我。一柄冰冷的长剑就从身后无声架在了我脖颈上，熟悉又冰冷的声音响起：放开他！我浑身一僵，缓缓转身，与谢晋四目相对，如同电影中被定格的慢镜头，只是画面并不唯美。我在谢晋眼中看到了冷冽的杀意。爹爹，她是娘亲，是娘亲！团子跑到谢晋身边，焦急喊着：你娘已经死了！一瞬间，我连承认自己身份的勇气都没有。谢晋他恨我，这个认知让我心头涌上酸涩的感觉，有潮湿的热意要从眼眶喷薄而出。我深吸几口气解释，我只是看小团子可爱，忍不住亲近，并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。小团子听到我这么说，快急哭了，想跑来抱我，却被谢晋拎住了后衣领。见小团子那可怜的模样，我伸手就将架在脖子上的剑移开，想靠近小团子，剑尖却再次对准了我的咽喉。我举起双手，再次表示我真的没有恶意，他好歹是你孩子，你能不能对他温柔点儿？谢晋收回剑，冷漠看着我，我怎么对自己孩子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说罢就将小团子夹在腋下，转身离去。小团子在他臂弯挣扎哭闹，我不要离开娘亲！闭嘴！谢晋伸手就在小团子屁股上打了2巴掌，我看得火冒3丈，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吼道：谢晋，你再打我儿子试试！谢晋脚步一顿，侧头冷扫了我一眼，他是我儿子，再让我听到你胡言乱语，别怪我割了你舌头。他带来的属下挡住了我的去路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团子被带走。为了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们，我准备将自己迈进镇北侯府。只是还没等我在市集找到镇北侯府采买丫鬟的管事，倒是先被青楼老鸨发现了。好你个桃妖，老娘好吃好喝养着你，你不知感恩竟然敢逃跑，给老娘抓回去！再次回到青楼，老鸨明摆着不会给我好果子吃，指使2个婆子就要对我用折磨人的手段。我赶忙喝止，试图跟老鸨谈条件。我有钱，我给自己赎身。老鸨眼冒金光，你又没接客，哪来的钱？别是糊弄老娘吧？你别管，就告诉我要多少。老鸨拿出算盘，噼里啪啦一顿算，5000两白银，1文都不能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明知他这是漫天要价，却也只能认命。好在团子给我留的金元宝还在，但我低估了老鸨的贪婪。浑身发软倒下时，我才知自己还是太天真了。夜晚，醉香楼灯火通明，轻薄的红色帘幕高挂在舞台四周，而我穿着红色的绣花纱衣，露出纤细的腰肢和洁白的腿，被侧放在舞台中央的榻椅上。老鸨的叫卖声响起，桃妖可是我这醉香楼的头牌，谁出的价高，谁就可以跟他共度良宵。话落，底下的客人争相出价。帘幕飘动间，我看到那些人看着我的眼神，如同一群看到肉的饿狼，头皮发麻，可我半点动弹不得。呼叫系统也没有得到回应。我出1万两。我闻声望去，来人坐在轮椅上，认识的人已经恭敬地给他让出一条路。显王竟然也来了，看来今晚跟家人无缘了，可惜了。听说这显王自从5年前摔断了腿，就性情大变，尤其喜欢在床上折磨女子，这桃妖怕是有的受了。显王，我记得一个只知道吃喝嫖赌没有实权的王爷。5年前我跟在谢晋身边时被他调戏过，他的腿就是被谢晋设计弄折的，如今竟然要再次落到他手里，只是这次没有谢晋护着我了。当老鸨宣布我的归属后，我如坠冰窖，心急如焚时，显王已经被人推着进了帘幕。美人果然没有让本王失望，近看更美了，就是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。他的手从我的脚踝一路上滑，那触感如躯复骨。
我的心脏像在油锅中煎炸。在他的手快要滑到我光洁的大腿时，一道破空而来的箭射穿显王的手臂。在他的痛苦声和众人的尖叫声中，我看到了醉香楼门口骑在马背上手持长弓的谢晋，心脏像是从油锅捞起，又被丢进了春水里。我眼眶湿润，看着谢晋下马而来。谢晋，你竟敢大庭广众之下对本王行凶，本王要参你！显王捂着手臂，狼狈地跪在地上叫嚣着。谢晋将身上的黑色披风解下，往我身上一盖，视线被遮挡的瞬间，我听见了刀锋出鞘的声音。参我？去跟阎王爷参我吧！显王死了，谢晋就这么杀了他。被扛走时，我满脑子都是显王被割破喉咙呜咽的声音。5年时间，谢晋的手段更加凌厉了。我被丢进了马车里，谢晋坐在另一侧，面无表情擦拭剑上的血迹。整个空间除了车轮滚动的声音，安静极了。我咬了咬唇，说了声谢谢。谢晋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我又问：你杀了显王，皇帝怪罪下来怎么办？他放下剑，伸手捏住我的下巴抬起。本侯的事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只是担心你。我吃痛皱眉。谢晋冷笑一声，抛出一条金帕，粗鲁地塞住了我的嘴。我睁大眼睛狠狠瞪他，就见他将剑拔出几寸，威胁道：眼睛不想要了，我可以替你剜掉。我吓得赶忙闭眼，不敢再跟他搭话。一直到了镇北侯府，又被谢晋扛着丢进团子的房间。我这才知道他今晚为什么会出现在醉香楼，不是因为他认出我就是苏安，舍不得让我受伤害，而是因为团子离了我后不吃不喝，哭闹不休，吵着要我，他才将我从醉香楼就走。团子见了我很是开心，挂着眼泪又哭又笑，抱着我一声声叫着娘亲。我哄着他吃饭，又哄着他入睡，他窝在我怀里，紧紧抱着我的手。娘亲，一儿好想你。娘亲知道，娘亲也想你。听我这么说，他格外高兴，絮絮叨叨跟我讲他的事。娘亲，你不在的时候，燕儿可乖了，我有好好跟夫子读书写字，也有好好学武，要是有坏人敢欺负娘亲，燕儿就打跑他。我亲了亲他的小脸蛋。团子真厉害。一连5天，我都在侯府陪着小团子，却始终不见谢晋的影子。缠着管家几经打听才知道，他因杀了显王被皇帝杖责，禁足院中。桃夭姑娘，你劝劝侯爷吧，他的伤还未好，必须得喝药。他没喝药吗？管家皱眉摇头。自从5年前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侯爷便再也不喝药了，受了伤也硬扛着，最多用外敷的伤药，老奴劝也无用。是了，谢晋最怕苦，宁愿伤口疼得冷汗淋漓，也坚决不喝药，非得我又凶又哄他才听话。喝完药能赖着我亲吻半天才罢休。我让管家将熬好的药端来，又让他准备了蜜饯。端着药走到谢晋房间外，敲门却无人回应。在管家的示意下，我直接推门走了进去。谢晋正穿着一件白色寝衣，在案前处理公务。烛火照耀下，他脸色泛着不正常的白。谢侯爷，你该喝药了。我将熬好的药放置在他桌案上。谢晋抬眸，冷冷地看着我。谁准你进来的？出去。你把药喝了，我就出去。他将视线移到药碗和蜜饯处，不知想到了什么。见他伸手端起那碗药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却在下一瞬听见啪的一声，药碗被砸得稀碎，药汁洒了一地。滚出去！他看着我，眼神阴鸷。我深呼吸，走到门口，对上管家焦急的目光。多准备些碗，把药炉也一并送来。管家连忙去办。片刻后，我再次坐在谢晋桌案前的地上，一边熬药一边看着谢晋。他的桌案上已经摆了一排的药碗。侯爷想砸就砸，最好是砸在我脑袋上，把我砸死了，我就不烦你了。否则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非盯着你喝完药不可。来人！谢晋朝门外吩咐道，却并未有人应他。他脸上带着怒意，起身走向门口，推开门，外面却空无一人。抬步刚要跨出去，我悠悠道：侯爷，别忘了你被禁足了。谢晋跨出去的脚顿住，片刻后传来门砰的一声关上的声音。就在我以为他肯定会妥协时，他竟直接绕过屏风去内间睡觉了。我气得咬牙，端起一碗药追了进去。谢晋已经躺在了床上，见我站在他床前，他睁开冷眸，又要呵斥叫我滚。我轻身压着他，吻了上去，直到口中的药全部渡了过去，他才回过神，推开我一把掐住我的脖子，却并未用力。我仰着脖子越发凑近他，笑道：你掐呀。见他手绷得紧紧的，却不敢用力，我抬手附在他手上，带着他的手用力，却被他猛地甩开。于是我又喝了一口，勾着他的脖子渡了过去，完了还将他的唇瓣舔了一圈。不知廉耻，滚出去！这次我被谢晋结结实实推到了地上，瞧着他那一脸不知是怒是羞的绯红，我拍拍屁股起身。侯爷明天要是继续不喝药，我明天继续这么喂。滚！第2日我带团子一起去看他，他喝药都爽快了很多。我暗暗失笑，今天不需要我喂了吗？小团子一脸震惊看向谢晋，爹爹都这么大了，还需要喂吗？谢晋手中的空药碗应声碎裂。我拉着小团子故作严肃，团子，你可千万不要学你爹爹，动不动就捏碎东西，受伤了娘亲会心疼的。燕儿是乖孩子，不会乱捏东西。那可爱的小模样勾得我又在他脸上嘬了一口，本就已经捏碎的碗又被捏得更碎。谢晋，你手不疼吗？我蹙眉拉过他的手，有碎片已经嵌入了皮肉。他将手抽回，本侯手疼不疼关你什么事？你受伤了我会心疼。谢晋冷笑反问，你会心疼？我想到了当初离开他时的画面。谢晋有多痛我知道，可是我有不得不回去的理由。当初之所以会来到这个任务世界，是因为现实世界里的我和家人出了严重的车祸。那时我才刚大学毕业，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出国旅行，一场车祸几乎要了我们全家人的命。系统找上我时，让我来任务世界做任务，只要赚到足够的积分，就可以救治我的家人。
后来他们逐渐恢复健康，唯独我还如同植物人一样躺在病床上。系统告诉我，再不离开，我在现实世界里的身体会彻底死去。在家人和谢晋之间，我选择了放弃他。重来一次，或许我还是会这样选择。我不能让爱我的家人看着我死亡，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会有多痛苦，他们未来会一直生活在痛苦内疚中，所以我选择了回去。我以为谢晋会在我离开后忘记我，会和别人开始新的生活，可是他没有，他还疯狂地为我生了一孩子。所以我将一切都告诉了家人，他们知道有个人爱我如命后，尊重我的选择，同意我回到任务世界。之后我每日都会去看谢晋，可他对我依旧冷淡。这日府里来了位贵客，正是此前团子口中的坏女人当朝九公主。入梦时听闻皇帝要将她赐婚给谢晋，可我过来的这些时日却并未见谢晋跟他有什么交集，看来传言并不可信。他带着一行随从入府，不找谢晋，倒是直奔我而来。彼时我正带着团子在侯府的湖边钓鱼，他鄙夷的目光打量着我，你就是侯爷从青楼带回来的女人。团子挡在我面前，仰头吼道，坏女人你闭嘴，我娘亲才不是。他人虽不大，却明白那不是什么好话。团子，你先回去，娘亲一会儿就去找你。我蹲下身安抚他，可他警惕地看了九公主一眼，显然是觉得我会被欺负。我悄声在他耳边耳语了几句，他眼眸一亮，点点头就跑了。经过九公主时，还不忘对他做了个鬼脸，有娘生没娘养的，果然没教养。很好，我扭了扭脖子，将袖子撸起，一把拽住他的头发，就将他扯倒在地。我他妈忍你很久了。我骑坐在他身上就是几拳下去，你才有娘生没娘养，你才没教养，贱人，你竟敢打我！来人，快来人，把他给我扔进湖里。太监宫女尖叫着把我从他身上拉开，一把将我推进湖里。我在水中扑腾几下，眼见着团子带着谢晋过来，于是停了浮水的动作，放任自己下沉。我看到团子都急哭了，谢晋脸上却依旧冷漠。我不信他真的心中毫无波澜，克制住求生的本能，我连憋气都放弃了。湖水呛入，窒息感随之而来。越往下，我的心越凉，眼角溢出的眼泪融进湖水里。在我离湖面的光亮越来越远时，一道人影从那片光亮里朝我游来。我的手被拉住，落进了一个结实的怀抱。彻底失去意识前，唇被爆裂的撬开。我得出了最后的答案，谢晋他还是爱我。灵魂短暂抽离，我看到谢晋抱着我，神情崩溃。苏安，你敢死，我将让天下人给你陪葬，包括你的儿子。一句话气得我肝疼，原本离体的灵魂瞬间又回去了。等再次有意识时，耳边是谢晋愤怒失控的声音，他为什么还没醒过来？一群庸医，我手指动了动，朝门外发出虚弱的声音。谢晋，他猛然走进房间，看向我的眼神却不是高兴。他一步步走进床榻，在我依恋的目光中掐住我的脖子，眼眶猩红，眼泪颗颗落下。苏安，你怎么敢？既然想死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是觉得伤我还不够吗？是不是要将我的心玩得稀巴烂你才罢休？好，我满足你，把匕首塞到我手里。他握着我的手，对着他心脏，把它挖出来，挖出来，你随便玩弄。谢晋，你别这样。我哭着摇头，心痛得要死。在他带着我的手用力要扎进心脏时，我另一只手死死握住他的手。谢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伤害你，但我没有想玩弄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手中的匕首松开，谢晋用尽所有力气将我抱进怀里，肩膀一痛，谢晋发泄般咬在了我肩上，疼痛传来，带着他的心痛和委屈。苏安，让我死在你手里吧，死在你手里就不会被你三言两语蛊惑了。谢晋，我不要你死，我要你爱我。我主动吻上了他，跨越5年时光的恨和爱，在这一刻彻底交融，化成无尽的思念。谢晋像找到了情绪发泄的出口，反客为主，和我抵死缠绵。炽热的吻从唇到下巴，再到脖颈，一路点燃无形的火线。单薄的里衣变得脆弱不堪，在谢晋手中化成碎布。被谢晋的手拂过的皮肤，如同被星火燎原烧过一般。谢晋将我完全侵占，强势掠夺。我不能逃避，不能犹疑，只能跟着他沉沦在这场痛和快乐交织的乐章里。3天后，我再次病倒了，全身的骨头像被碾碎了，额头烫得厉害。谢晋将我圈在怀里，给我喂药。我避开勺子，将头埋在他怀里。我不喝药。弯弯，听话。不听。他没好气，放下勺子。说吧，要怎么样才肯吃药？我狡黠一笑，伸手点点他的嘴唇。现在换你用嘴喂我了。弯弯，别招我。不喂算了，我不喝了。他蹙眉看了一眼，端起碗喝了一口。要俯身时，我用手捂住他的嘴。跟你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我这么大个人了，药当然得自己喝。我起身就要去端药碗，却被他瞬间压在身下。他的手掐着我的脸颊，药便被他渡了过来。吞咽不及，我伸手拍打他，手却被制住。娘亲！卧室门推开，我仓皇地咬了谢晋一口，他才松开我。我理一理仪容，这才看向迈着短腿进来的团子。我伸手就要抱他，谢晋直接将团子拽远了几分。夫子怎么教的规矩？这么大了还跟你娘搂搂抱抱，像什么样子？谢晋，你干嘛？他还是个5岁的孩子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谢晋一脸严肃看着团子，又找你娘干嘛？团子委委屈屈站着，抠了抠手指。我今日跟管家去市集给娘亲买点心，碰到一个人，他说他是我娘亲。我和谢晋对视一眼，眼神中尽是疑惑。那团子觉得谁才是你娘亲？他走近几步，一双乌黑的眼睛看着我。当然是你，你才是我娘亲。但他真的跟画中的娘亲长得很像。团子说像时，我以为只是有5、6分相似，直到一个自称苏安的女人扑到谢晋马车前，我才发现那不只是像，而是一模一样。除了外貌，连动态神韵都像极了5年前的我。谢晋，我回来了。他流着眼泪看向谢晋的眼神全是爱恋。
他是谁？他手指向我，眼中的爱恋化成了悲伤和不可置信。和谢晋对视一眼，我挽上他的手臂，挑衅道：我是谁？我当然是侯爷的枕边人。他去粗几步，眼泪大颗大颗掉下。谢晋，你不是说过会永远爱我吗？为什么要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？谢晋冷眼瞧着他，你可以一走5年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和别人在一起？这话俨然给了他希望，仿佛谢晋只是怨恨他的离开。谢晋面无表情让车夫驾车离开，而假扮我的女人一直跟在马车后面。到了侯府门口，他朝谢晋祈求道：我知道你怨我，但你能不能看在我生下燕儿的份上，让我进府照顾燕儿？谢晋没有理他，将我抱下马车，手牵手进了侯府，直到再也看不见人。我问谢晋，你为什么不留下他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太容易了，他反而起疑。那你当初怎么没有怀疑我是假的？毕竟我跟5年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谢晋手指描摹着我眉眼，因为你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我全都刻进了心里，不管你换成什么样，我都能认出你。冷了贾苏湾3日，终于在一个雨夜，谢晋让他进府了。进府后，他日日在谢晋面前刷存在感，像极了我曾经攻略谢晋的样子。每每这时，我就忍不住开始作妖。早膳餐桌上，贾苏湾做了谢晋爱吃的一道甜羹，端上桌时还故意露出手背上的烫伤。手怎么了？谢晋问。贾苏湾红了眼眶，不小心烫到了，没事。我妖里妖气靠在谢晋身上，朝他撒娇。侯爷，这椅子坐的奴家的玉臀好难受，侯爷抱我好不好？谢晋眼尾微挑，伸手一揽，就将我拉坐到了他的腿上。我指着桌上的糕点，侯爷，奴家想吃桂花糕。谢晋立马拿了桂花糕喂我，待我吃完时，还不忘故意舔了舔他的手指，然后一脸挑衅看向贾苏湾。我成功捕捉到了他眼底的恨意。不等我继续看他表演伤心，谢晋已经将我打横抱起往内院走去。谢晋，你干嘛？我还没吃饱。不急，马上喂饱你。看着他幽深的眼眸，我立马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，挣扎着就要跑。谢晋，你做个人吧，这是大早上。早上怎么了？有谁规定早上不可以吗？谢晋，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找团子。在本侯爷面前提别人，你这小妖精太不乖了，本侯爷要罚你。我被禁锢在床上，谢晋不知从哪里找了条链子绑在我脚腕上。谢晋，你在玩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我才不是小妖精，对，你不是小妖精，你是我的心肝。谢晋没羞没臊拉着我做了一早恨，叫水的时候我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墙上。这一早上的荒唐倒是狠狠刺激了贾苏湾。团子生日在即，这是我第一次陪他过生日，准备动手给他做个生日蛋糕。为了有惊喜感，我都是趁他在学堂时偷偷试做。这天我做得正起劲，偶然抬头却看到贾苏湾正站在窗外偷看，猛然对上那双眼睛，着实吓我一跳。你看什么？我不悦问他，他微微一笑。姑娘做的点心很别致，希娟也想学，可以教我吗？我刚想开口拒绝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好啊。晚上团子回家，我抱着他亲了亲，他也悄悄凑到我脸颊上亲了下，然后飞快离开，生怕被谁发现一样。我笑着点点他的鼻子，怕什么？今天可是你的生辰，你爹要是敢凶你，娘亲铁定揍他。听了我的话，他又抱着我的脖子蹭了蹭。娘亲，叶儿好高兴，这是叶儿第一次有娘亲陪着过生辰。谢苏意。谢晋从门外大步跨来，团子立马跟我分开，小跑到谢晋面前。爹爹你怎么才回来？娘亲都想你了。看着他满满的求生欲，我不由失笑。晚上，团子看着生日蛋糕十分开心。娘亲，这就是生日蛋糕吗？好漂亮。以前只听爹爹提到过，叶儿可羡慕了，现在叶儿也有了。团子，快许愿。我催促道。我想要娘亲永远陪着叶儿和爹爹。娘亲，叶儿的愿望会实现吗？谢晋也一顺不顺等着我的答案。我揉了揉团子的头，牵着他和谢晋的手。会实现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不过现在我们还要玩个游戏。团子兴奋地看着我，什么游戏？叶儿要玩躲猫猫的游戏。叶儿藏进房间里，默数200下，然后娘亲和爹爹来找你。看着团子藏进内院，我和谢晋相视一笑，趴在了桌上。片刻后，有人走了进来，坐在了桌前。谢晋啊，谢晋，你明明爱的人该是我才对，为什么要跟这个攻略女在一起？我才是女主，我才是集万千真心于一身的人，这份死心塌地的爱该是我的才对。说着，他又疯癫笑了起来。什么男主注定只会喜欢女主？狗屁！故事结局之前一心一意忠贞不二，故事结局后却变心左拥右抱。但是谢晋你不一样，5年了，你眼里还是容不下别人。你知道我有多嫉妒他吗？但我又庆幸他离开了，只要取代他，我就可以得到你全部的爱。可你们都是骗子，他居然回来了！你们看我像小丑一样扮演别人，是不是觉得很好笑？我缓缓抬头，是挺好笑的。见我和谢晋都安然无恙，他疯癫的起身大叫：为什么不如意的只有我？为什么你们在结局后依旧拥有幸福？要是你没有攻略谢晋，他爱的会是我，是我，即便没有苏湾，我也不会爱你。谢晋冷声道：因为在他还没有攻略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了他。我看向谢晋，眼中满是震惊。谢晋看向我，满眼柔情。那年你爬上墙头看我时，我就已经心动，之后的每一日只是比前一天更喜欢你。番外，团子视角，我在房间柜子里躲了好久，爹爹娘亲还没找到我，怕他们找不到我难过，我又重新躲进了被子里。结果我都快睡着了，他们还没来，我只好偷偷打开门，看看他们在哪里。刚将门打开，我就看到了娘亲，她一把将我抱起。团子，娘亲抓到你了。我摸摸她的脸，哄道：娘亲真聪明。娘亲笑着亲了我一口，你真是娘亲的乖团子。后来娘亲才说，她和爹爹之所以找我来晚了，是在为我的愿望打败坏人。这晚我终于和爹爹娘亲睡在了一起，我很开心。只是到了晚上，爹爹就悄悄将我抱走了。娘亲睡得熟，还不知道她最喜欢的团子离开了她。我不准备拆穿爹爹，因为我怕他会哭。
以前娘亲没回来时，他就整夜抱着娘亲的画像哭。我都知道，爹爹说娘亲最爱的是我，如果没有我，娘亲肯定不愿意回来。所以爹爹每次不许我和娘亲抱抱亲亲，我知道他是嫉妒我，但我愿意让着他。谢尽视角，苏安爬上墙头看我时，就落在了我心里。我听到他跟一个叫系统的对话，他说这个反派真好看，冷脸的样子好迷人，我好喜欢，想扑倒他亲哭他，大胆又无礼，听得我耳根滚烫。于是我用石子将他打下了墙，打完又后悔了，院墙虽然不高，可他要是摔坏了怎么办？早知他会来，我就铺上厚厚的杂草了。之后几日，他依旧天天来看我，总是对系统说着不堪入耳的话，表明却一本正经给我送花跟我表白，或是坐在墙头给我念情诗。我知道他是来攻略我的，可我相信他是真的喜欢我，不然不会总是跟系统说想亲我睡我。我跟着他的节奏走进他为我编织的情网里，我以为结局是他拥有我的真心，然后永远跟我在一起，直到我听见系统叫他离开。我能用什么留住他呢？我想到了孩子，他不愿意生，那我来生，多苦的药我都愿意喝，只要能和他有个孩子。可他还是离开了，离开的那么猝不及防。我彻底疯了，我是反派呀，经过我的流索的都没有了，我为什么还要从善？我想毁了这个世界，我想要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痛苦。就在我暗中挑拨，想要引发战争时，那个叫系统的东西出现了。他说我只要积满功德，苏安就有可能回来。为了这个可能，我兢兢业业，励精图治，只求百姓安居乐业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，积攒更多的功德。好人做得久了，连皇帝都夸我绝无仅有的贤臣。后来我终于积满了功德，系统用入梦的形式让苏安出现在我身边。我知道他最喜欢可爱又天真的孩子，所有故意每次都让燕儿跟我一起出现，我希望他看到孩子的份上心软回来，只要他回来哄哄我，我就原谅他。会朝思暮语，他以为我是寻燕儿到的那里，其实我早在那里等着他了。那是我们初遇的地方，再次相遇，我还是希望在那里，一切仿佛从未变过。时过今年，我还是爱他。全文完。